现在要告别丹麦的北角了，老房子感兴趣，非要过来拍照片。这小火炉房。吃完晚饭，哎，现在天晴了。我现在出来探索一下，到底我们停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还好楼顶上有一个人。这些风沙就曾经掩埋了前面的这座教堂。现在要告别丹麦的北角了，后面就是灯塔。现在其他的房车啊，基本上都已经离开了这个营地。我们算是走得比较晚的，因为今天下雨嘛。等会儿就是到城市去逛逛，买菜，也没有什么更多的旅行计划，所以今天可以什么都慢慢来。丹麦北角，再见。我们现在就要离开丹麦北角了，也就是我们这次行程的目的地，在丹麦的目的地。我们经过了几天的时间从德国到了丹麦北角。现在呢，我们因为要在丹麦走一个环线嘛，所以说现在要从丹麦北角慢慢的就开回德国去。丹麦这次旅行啊，给我的印象特别好。首先哈，感觉非常明显的就是在这里房车旅行的非常的放松，就不像在那个西班牙，总觉得有一点担心车子不安全，担心有小偷小摸的。在这里就比较放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感受很明显的呢，就是丹麦人呐很热情，就是你但凡在路上行走的时候，感觉有点迷茫，不知道怎么走哈，总有丹麦人过来，跟你问你需要什么帮助，或者我们在参观这些老百姓自发组织的老爷车、摩托车的这些展览里面哈，这些丹麦人啊总是非常热情的跟我们介绍。我们来到了距丹麦北角最近的一个城市史卡肯，这是一个8000多人的小城镇。今天呢，就在这里做一个休整，然后逛逛街，看看有没有什么丹麦特色的东西啊，逛逛街，然后买菜。今天就下雨天气嘛，也不想做什么了，就可以窝在房车里面做点好吃的，享受清闲的一天。史卡肯城市中心的一个停车场，我们看到已经停了几辆房车了，所以呢，我们停在这里应该也没有问题，而且现在也有很多的停车位。今天下着雨啊，这边停车呢，这个位置很小，你看要把这个后视镜都给它折叠起来，但是我们这边只停几个小时，晚上到其他地方找地方过夜。雨中逛丹麦史卡肯城市，那个小城主要街道边上是这样的绿地。店奥特莱斯啊，我的商店。可是说实在的，在丹麦没有什么兴趣去买东西了，这边的东西比德国还更贵。现在就到他们市中心了。这边这个杯子很有特色，看一下 ，Wie viel kostet？ Schau mal。14 Euro。119。Die gefallen mir. Ja. Da passt auch Kaffee rein. Ja. 哦，1875元。OK。Ja, auch sehr viel Alkohol. Okay. Oh, das ist voll. 这边是卖酒的。No, die kann man für Geschenke kaufen. 439，100平方米，44.5万。这
是一个老的房子，81个平方，差不多20万，还可以啊。70个平方，差不多才12万而已。本地喜欢看这边的这些小房子，他兴趣盎然。我呢，在这边 shopping， 我就觉得没什么意思。我们从主街啊，就是往那个港口那边走。这边逛街啊，确实我觉得是挺无聊的。它这些价格吧，比德国起码要贵30%。它本土产的东西也不多啊，所以说在这边买东西没什么意思。不管是衣服还是用的东西都没什么意思，就算了，再去港口看一下吧。本地想去港口再看一看。他说这是 This house so süß， 是很可爱的房子，他很喜欢看。Das kannst du kaufen, gut. Wie viel kostet? Das steht nicht dran, da ist nur die Telefonnummer dran. 这边的房子建筑风格啊，跟德国完全不一样的。我就觉得今天一下雨嘛，这边就开始冷了，穿了这个防风衣都觉得还是有点冷。这小房子好可爱呀！这一家私人游船停在港口。这边停的游船就更多了。到了小镇的步行街，这里有很多的餐馆。这里还有一个披萨店，不错哟。这个披萨店还有火炉可以烤。有小火炉烤。店，你看这些店现在全部都把火点上了。不过呢，还没到晚餐的时候。这个好看啊！可爱的小房子，颜色特别的艳丽。这个人家住家的房子了，你看他家种的这些大丽花真漂亮啊，种满了这个后院，全是紫色的花，好看啊！哦，是一大片的花。好看啊！然后啊，一天都在下雨，现在刚好到晚上的时候了，天放晴了。我们现在车子呢停在这个树林里面，本来是为了避雨的，然后在这里呢，做了晚饭吃。吃完晚饭，哎，现在天晴了。我现在出来探索一下，到底我们停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看到哈，有厕所，男厕所、女厕所，也有丢垃圾的地方。这里呢，平常看起来还有人在这里开小店儿，卖咖啡，但是现在是完全没有人。这边已经成这样了。哦，这边是一个很大的停车场，你看这里是咖啡店的，这积水啊，有一个咖啡馆，后面就是咖啡馆。然后呢，这边上啊，就还有露营的桌凳。其实这里还有停汽车，还有其他的那个大客车。不知道这些人是到这里来干嘛的，我继续再探索一下。是哈，我看一下，翻译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啊？好像是有教堂。看到有孩子从这边过来，看一下，这是干嘛的？还这么多孩子在这呢。这群学生走了，我先进那个教堂去看一下。那么多学生专门到这来参观的话，肯定还是有点少的。
这里面还有灯光呢。楼上走，我看一下。哦，这个楼梯好窄呀，妈妈咪呀！听到蝙蝠在叫了。现在这个教堂里面就我一个人啊。现在往上走一走。还有人在上面。哦。哎呀 ，Hello。就是往楼顶上往外看，前面就是我房车停的地方。哦，这全是木质结构的。还好楼顶上有一个人。看一下，这个就是教堂顶，它的那个石头的形状是什么啊？燕子还是蝙蝠？听起来像是燕子的声音。哎，不管了，下去了。现在就要到这个就是楼梯特别窄的地方，就是这个楼梯了，这样钻下去。嚯！教堂的楼梯，这样的楼梯。哎呀，现在下来了。这个就是教堂里面的大礼堂，这里出去。其他孩子们都走了。OK。对呀，这些孩子们啊，其他的游客啊，都回家去了。现在差不多6点半了嘛。哎，现在是我正好吃了晚饭出来散步的时候。你看，太阳还出来了，哇，真的是，太棒了！这个时候出来散步真的是心情愉悦。Frische Brötchen, guck die dampfen. Wow. Auch rauchen kann. Muss rauchen. 这是我们自己烤的新鲜的面包。是奥地利的贝勒开始。哇，这是最美味的，这样子的。super。今天在这里吃早餐啊，感觉特别舒服。因为今天的这个露营地是丹麦的森林徒步路线，给徒步的人提供的场地，周围啊都没有人，特别的清闲。早餐后，我跟本尼一起又到这个教堂这边来参观。看似非常普通的教堂塔楼，但其实它有一个非常坚强的故事。它在13世纪的时候已经修建好了，但是呢，到了16、17世纪啊，这个黄沙慢慢的把这个教堂呢就淹没了，这些教士们呢无法在这里居住。现在这个教堂啊，是18世纪以后从被淹没的沙堆里跑出来的，所以呢，它非常的特别，也所以有这么多人来参观。这些风沙就曾经掩埋了前面的这座教堂，今天房顶呢，基本上已经挨到地面了。沙漠呢，已经变成了一个湿地，种了很多的防风沙的植物。现在慢慢黄沙被固定下来了。而且啊，这里你看还有一个避难所，这也是在丹麦很有特色的一种文化，修建了许许多多的避难所。这种三角形的树枝建成的避难所呢，是最简陋的。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容一个人躺下睡觉，树顶呢这样子搭起来的。
这个石兰花呀，可以用于防风固沙。现在呢，已经过了它最艳丽的这个时节。2个礼拜以前哈，我们在汉堡玩的时候，那个时候啊，石兰花开得正艳了。我们还特意到这个遍地是石兰花的地方去参观游玩。丹麦的海边小渔村。这小村呢，没想到啊，前面有一栋房子，看起来这房子比较大，还是那个国王的度假的房子。我们去看一下，丹麦国王克里斯特10世的海边度假别墅。左边就是小渔村，右边这栋就是曾经的国王度假别墅。已经有105年的历史了，现在它捐赠给了丹麦国家，是作为科学和艺术家的避难所，这也非常有丹麦的特色。关门了。因为现在暑假已经过去了，这里很适合带孩子全家呀到这边来度假玩1天还是可以的。这个房车现在来了个邻居，也是德国来的，非要跟我们停在一起，寻找安全感。